大腹便便的男人竟变成一头野猪。还没等警察反应过来，他就开始如同闪电般急速狂飙。正当他得瑟之际时，一名有抓捕经验的队员扔出一包钢珠，野猪随后被光头少校等人装进了网兜。原来这是一个人鬼怪共存的世界，像胖子这样能随地大小便的，被称为变形怪。俄罗斯政府为了维持三者间的平衡，设立了联邦安全局，光头少校就是负责人。看着自己安插的眼线被钞票收买成了内奸，少校气得想把他送进屠宰场，不料胖子丝毫不畏惧。Ça pourra plus rien changer. Tu m'entends? Ça inversé. 光头意识到大事不好，他想起不久之前抓捕的另一个变形怪曾透露过，吸血鬼一族会在日食当天完成新的种族变异。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一步，少校只能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刚入队不久的菜鸟帕夏身上。在加入联邦安全局之前，帕夏是一名普通的快递小哥，唯一的梦想就是睡个好觉，因为他经常被噩梦缠身，而且梦的内容都一样，帕克会在梦里从天台一跃而下，随后被恐惧拉回现实。每天早上他都是从尖叫声中醒来，母亲对此已经见怪不怪。日子长了，帕夏也习惯了，毕竟在生活的苦面前，这些都不算什么。在俄罗斯送快递，出行没有标配的三轮车，全靠小哥的2条腿和地铁。帕夏觉得这份工作枯燥无味，自己每天就像一个机器人一样，重复性的按门铃送货，连吃饭喝水都得在路上挤时间。但他不知道的是，他千篇一律的生活将会迎来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天晚上，他走进一家酒店，在等待前台服务员签收的间隙，电视上播报的娱乐新闻吸引了他的注意。这时，柜台突然来了一位神秘客人，帕夏好奇的上下打量，却被前台无情的打断。离开时，他余光一瞥，神秘人取下斗篷，对方脖子上的纹身居然和自己梦中的一模一样。联想新闻和海报的线索，他猜测对方就是最近声名大噪的歌手戴娜。帕夏以要签名为由询问戴娜的房间号，不料对方说要保护客人的安全隐私。没办法，帕夏只能拿出全部家当，展示了什么叫有钱能使鬼推磨。成功拿到房间号后，他立马就敲响了戴娜的门，然后说明了自己的来意。听到对方说在梦里见过自己，戴娜犹豫几秒过后，还是打开了房门。Vous êtes un guerrier? Comment? 但两人的目标不是帕夏，而是房间里的戴娜。他们是隐藏在黑夜里的吸血鬼，除了要应对变形怪以外，联邦安全局还要警惕吸血鬼兴风作浪。就在半小时之前，城市的某个角落地下室，潜伏的吸血鬼们解除了一具棺材上的封印，放出了被关押1000年的吸血鬼老大。在新鲜血液的滋润下，老大逐渐恢复了原本的样貌。但自由并不是他的主要目的，为了改变吸血鬼的基因缺陷，他需要找到一枚药引，而这个人就是戴娜。在前台服务员的通风报信下，老大带人赶到了酒店，准备带走戴娜。但戴娜宁死不屈，挥舞着匕首。就在几人打斗期间，昏迷的帕夏醒了过来，他看到一群人欺负女孩子，推着保洁车就撞了上去，然后拉着戴娜拔腿就跑。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联邦安全局的少校带人赶到，老大让红衣男去抓帕夏和戴娜，自己和妹妹正面迎战少校等人。两拨人二话不说就开打。几个回合下来，吸血鬼兄妹完胜。另一边，帕夏和戴娜慌不择路，稀里糊涂就上了天台。原路返回是不可能了，可看着几千米的高空，帕夏实在没有面对的勇气。这时，红衣男追到了天台，帕夏和门都被撞飞，眼看对方朝自己飞扑而来。目睹了全过程的戴娜更加确信眼前的快递小哥就是能拯救自己的勇士，于是激动地吻了上去。单身了20年的帕夏做梦都没想到自己能有这一天。一吻结束后，戴娜当即就要离开。戴娜离开后，少校带着手下赶到了天台。他查看了红衣男的尸体，又事无巨细地询问了一番，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帕克是万中无一的天才。本着惜才的原则，少校当即对其发出邀请，希望对方能加入自己的队伍，为城市治安贡献自己的力量。帕克早就觉得快递员的工作枯燥无味，但苦于生计不得不坚持。如今大好的机会摆在眼前，他没有拒绝的理由。在成为一名合格的安全局队员之前，少校对帕夏进行了相关的知识普及。原来在莫斯科大约有40种变形怪，
他们自称堕落者，而联邦安全局的工作就是控制他们。原来在中世纪之前，人类和变形怪是两个对立的阵营。接着又告诉帕夏关于戴娜的真实身份信息。原来戴娜是一只活了几百年的吸血鬼，她的原名叫洛基斯，是吸血鬼一族的公主，以及最古老的第一女继承人。为了打发永生的孤独，她伪装成歌手潜伏在人类世界。至于帕夏为什么会在梦里梦到戴娜和未发生的事，那是因为他是一名追踪者。这一类人极其特殊和稀少，通常100万个人里才能出现一个追踪者。他们通过感知超自然力量，发现吸血鬼的藏身之地，还拥有能预知未来的能力。帕夏这时才终于明白，一直以来困扰他的噩梦是在提醒他的身份与众不同。虽然面对吸血鬼还是会有未知的恐惧，但帕夏还是选择了留下来。除了要实现自己的使命，他还要解救被追杀的戴娜。之后的日子里，少校开始对帕夏进行魔鬼训练。到了检验成果的那天，少校把帕夏带到街头，让他从一群路人中找出隐匿在其中的变形怪。但第一次运用自己的特殊能力，帕夏不负众望的找错了，最后还得是靠经验老道的少校。这个变形怪知道重要线索。Bonjour, je vous avais pas reconnu. C'est bon. Viens là. Je connais le chemin. 为了让对方老实交代，变形怪开始了天旋地转的体验。一开始变形怪守口如瓶，但没过一会就吐了个干干净净。他告诉少校和帕夏，自从吸血鬼之王死去后，戴娜就成了人人追捧的对象。她嫁给谁，谁就能成为堕落者的首领。只要在日食那一天，两者的血液一融合，对方不仅能成为新的吸血鬼之王，还能拥有不惧怕日光的能力。少校也终于明白，这就是吸血鬼老大处心积虑也要抓走戴娜的原因。回到安全局后，少校调查了吸血鬼老大的身份，发现他早在19世纪的时候，就因为反对吸血鬼和人类谈和，并试图挑起两者间的战争，被氏族委员会下令杀了。如今他完成变种苏醒过来，想都不用想是为了什么，而唯一能阻止他的办法，就是先找到失踪多时的戴娜。但自从当日天台一别后，帕夏也没了他的消息。少校安插在吸血鬼内部的眼线胖子发现戴娜曾经路过地铁口，可照片十分模糊，根本无法辨别方向。就在他们焦头烂额的时候，胖子突然想起一个人，对方或许能激活帕夏的追踪者能力，从而找到戴娜的下落。根据他提供的地址，少校和帕夏来到了一家酒吧，这里的老板是一名巫婆，她有一双蛇的眼睛，能轻松窥探对方的内心。巫婆一眼就看出帕夏追踪者的身份，当即愿意提供帮助。随着特殊能力被激发，帕夏身临其境一般出现在了一间阴暗的地下室里。他发现了戴娜的身影，可当对方回头的时候，却是吸血鬼老大的模样。在一番打斗中，他的思绪恢复清醒，这时他才意识到自己从来没有离开过酒吧。关于戴娜的具体位置，帕夏还有一些模糊，女巫却告诉他 Elle est dans ton cœur, Pacha. Si tu écoutes ton cœur, mon ami, tu pourras venir en aide à Dana. Et dis à Igor qu'il sera toujours le bienvenu ici. 回到安全局后，帕夏将看到的一切告诉了少校。虽然线索少得可怜，但少校等人还是推测出了地点。考虑到戴娜是吸血鬼，少校派出了最精锐的手下。见到自己的白马勇士，戴娜的心情很是激动，当即打算来一个爱的抱抱。谁知下一秒，少校带着人出现，戴娜当即觉得遭受了背叛，他一把掐住了帕夏的脖子，质问他为什么这么做。戴娜纠结一番后，还是选择了相信人类。帕夏将戴娜关进了牢笼，不成想就在他们返回安全局的途中，吸血鬼老大直接带着小弟杀了过来。吸取了上次对决的经验，少校给手下配备了杀伤力武器，但忘了训练他们的能力，结果还是被打得惨不忍睹。Mon petit cœur. 而少校也不服输，直接铐住了吸血鬼老大的妹妹。少校还拿出了一把特制加特林。只用了不到半分钟的时间，吸血鬼老大的小弟就全部被打成了渣渣灰。眼看列车就要驶出隧道，阳光是吸血鬼一族的克星，老大不顾苦苦哀求的妹妹，只能选择保全自己。戴娜则在帕夏衣服的保护下躲过了这一劫，而吸血鬼妹妹被化为了灰烬。死里逃生的吸血鬼老大非但没有改过自新，反而集结了所有的追随者，打算干一票大的。他们在黑暗的掩护下来到酒吧，开始无差别的啃咬人类，试图用同化的方式壮大自己的吸血鬼队伍，从而在城市里引起慌乱。少校得知消息后，当即就要带人前往。等到所有人都离开后，安全局里就只剩下了帕夏和戴娜。帕夏终于问出了一直以来的疑问 Qu'est-ce qui te fait penser que je suis un guerrier? Le rêve de ta destinée. Tu sais ce que ça veut dire?
Je sens qu'il faut que tu sois près de moi. 这时地图上的位置有些不对劲，所有被派出去的人都在朝着远离安全局的方向前进。帕夏立刻意识到安全局的位置暴露了，这是吸血鬼老大设下的调虎离山计。意识到这一点后，帕夏立刻带着戴娜离开，可惜终究还是晚了一步。吸血鬼老大已经带人赶到，最后戴娜被抓走，帕夏也没能躲过一顿打。而等少校回来后，居然怀疑帕夏是内奸，不由分说就发了一通脾气。直到他冷静下来查看监控，才发现真正的内奸是他安插在吸血鬼内部的眼线胖子，这才有了一开头的抓住行动。另一边被冤枉的帕夏来到十字路口寻求巫婆的帮助，在对方的点拨下，帕夏利用自己的能力追踪到了戴娜的位置，于是他回到安全局，给自己从头到脚武装了一遍，临走前还顺便抓了一把大蒜。来到吸血鬼老大地盘后，帕夏本想借送快递的名义混进去，不料却被对方轻易识破。之后，帕夏拿着加特林开启了大屠杀模式。遇到搞不定的对手时，女巫会远程帮助他隐身。就这样，在武器和外挂的帮助下，帕夏一路杀到了吸血鬼老大面前。此时天空已经出现日食，好在关键时刻帕夏赶到，但实力悬殊实在太大，老大一脚就把帕夏踹趴在地。可帕夏被打倒后又爬起来接着上，吸血鬼老大不胜其烦，一脚将帕夏踢飞了出去。不成想帕夏凭着超强的臂力，硬生生又爬了上来，随后抱着必死的决心，带着吸血鬼老大一起从楼顶跳下。坠落地面的一瞬间，吸血鬼彻底领了盒饭，帕夏也因为巨大的冲击力导致生命垂危，但想象中的死亡并没有降临。在日食消失的最后一秒，戴娜一口咬上了帕夏的脖子，将他变成了不老不死且不用惧怕阳光的吸血鬼。帕夏也从一名快递小哥成功逆袭成了堕落者的老大，走上了人生的巅峰。